你今天能看得住我，明天就能吗？哦，想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住我，因为你要听大冢仔的话，迎娶颜婉了。你跟颜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同样卑鄙无耻，同样不仁不义。宇文邕，我恭喜你。放开我！宇文邕，放开我！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永远不会。夫人不做，要做囚犯。好，我今日就随了你的心愿。来人，住上，住上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，4班只岗轮流把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陛下，主上。拿家法！宇文邕，主上饶命！陛下知错，陛下真的知道错了。宇文邕，你不能这样。陛下，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主上说让陛下看好夫人，陛下失职，没有看好夫人。是我偷偷逃掉的，跟陛下无关。你要罚就罚我，要打就打我。把夫人拉开。是。宇文邕，你若是一个谦谦君子，你就不应该对一个奴婢用这样的酷刑。你不是说你更喜欢坏得明明白白的吗？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看看我坏的样子。宇文邕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，你尽管冲着我来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不是早就决定要恨我一辈子了吗？陛下，你可认罚？奴婢认罚。夫人，秦总，月山，你如意了吗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进那个牢笼里去。夫人，没事。让奴婢看看你的伤。不必了，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了。只是你险些受了家法。夫人，陛下没事。主上那么生气，还不是因为着急，怕夫人离开大司空府又受伤。主上很少这么着急上火。主上能为了夫人这样，是因为主上心里装着夫人，把夫人看得比谁都重。你不必安慰我。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主上了。他这一边，奴婢看得出来，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可没想到夫人竟然为了救奴婢冲了上来，就撞在了鞭子上。没想到宇文邕在你的心中竟然是个好人。主上自然是好人，奴婢还没见过哪个高门大院王侯将相家对下人这般好的。主上从来不责罚下人。之前小翠去收拾主上的书房，失手打了一块主上心爱的砚台，主上什么都没说。
虽说这次主上是动了真气，可奴婢看得出来，那鞭子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夫人，碧香这么说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夫人，你别怪奴婢多嘴。奴婢这些下人都知道，主上对夫人可是真心实意的。之前每次夫人出了事，主上都是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这次你回来，全身冰冷，昏迷了好几天，主上不眠不休地守在夫人身边，抱着夫人，直到把你捂热。碧香看到这些，就觉得好感动。眼下，主上不准夫人出去，势必是有别的原因呢。他为什么这么憔悴？好像几夜没睡。严姑娘就要嫁进来了，夫人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啊。幸而主上对夫人有情，依碧香所见，夫人也对主上多热络些才是啊。哼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他自己的权位，他只是怕我死了没法跟宇文护交差。进护卫。严姑娘，夜晚有事要求见大冢宰。请。高长恭此次来到长安城，必然与青锁姑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依属下看来，这倒是个除掉高长恭的好机会。还不到时候。难道凭大冢宰府的实力，还不能手刃高长恭？寡人要杀的不止一个高长恭，要利用高长恭引出我想杀的人，一网成尽。你派人悄悄去查高长恭的踪迹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主上，严姑娘求见。请。严姑娘，请。多谢大冢宰成全婉儿，让婉儿和大司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婉儿特地备了些薄礼，孝敬大冢宰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主上笑纳。严婉深夜造访，怕不只是为了感谢寡人这么简单吧？什么事都逃不过大冢宰的眼睛。能够嫁给大司空，本是婉儿的心愿，也是大冢宰的美意。可惜袁清所总是从中作梗，装模作样，煽动下人诋毁婉儿，婉儿实在是举步维艰呢。哦，照寡人看来，清所的本性不该如此。清所妹妹本来温婉善良，可是大冢宰有所不知，这次回来，她不知着了什么魔，处处跟婉儿作对，还跟大司空作对。大冢宰，袁清所已是一招死棋，他能做的，婉儿都能做到，还能做得更好。若大冢宰能让袁清所彻底消失，婉儿必定为大冢宰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袁清所能为寡人找到镇魂珠，婉儿也能。寡人早已确定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镇魂珠当真在大司空府吗？怎么你不相信寡人？婉儿不敢，婉儿必定找到镇魂珠献给大冢宰，到时候还请大冢宰不要忘记婉儿的心愿。去吧。婉儿告辞。
夫君，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？就算事务繁忙，也要爱惜身体啊。刚才妾身看见阎王姑娘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来告青锁的状。可惜青锁这孩子，本以为把他留在四弟身边，多少能帮上咱们大冢宰府的忙，可没想到，偏偏出了意外，丧失了记忆。还好现在有了严婉，严婉心思聪慧，妾身想夫君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。没有袁青锁，哪来镇魂珠？夫君说的极是，青锁是非不分。妾身还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把青锁带出来，关在严密的地方，由妾身看管着，夫君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是没心情想这些了。倒是皇帝事事和寡人对着干，我这边忙着与突厥修好，他那边却准备与突厥作战。要不是有人修书给我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。朝堂上的事，妾身不懂。这个皇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寡人哪有他的今天？看来上次寡人对他还是心太软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。明日我要让他看看阳奉阴违的后果。这里是军事重地，请马将军带领5万精兵北上，镇守边关。臣领旨。只是臣有些疑问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马将军有话尽管说。臣听闻突厥有意将阿史那公主嫁给大司空，以结双方秦晋之好。既然可以不出一族一马，和平共处，皇上为何要大动干戈呢？朕也是逼不得已。朕知道大冢宰和突厥素有往来，此番和亲，只怕是在大冢宰的全盘计划之中，不得不防。而且，一旦与突厥和亲，齐国必然会怀疑我大周的结盟诚意，到时候也会误了周齐两方的联盟。战事一起，百姓必然遭殃。朕若非被逼无奈，也实在不愿出兵。皇上思量周全，是臣思量不周。臣必当倾尽全力镇守边关。好，还要劳烦徐司徒出使齐国，以周齐联盟关系为借口，一探他们对突厥所持态度，切不可泄露我大周的行动部署。臣领旨。另请赵将军带5000人马，暗中保护徐司徒，固守在大周与齐国的边境，以防我大周与突厥突起战火之时，齐国趁机偷袭。参见大冢宰！大冢宰，大冢宰，大冢宰到！兄长行色匆匆，所谓何事？行色匆匆。若寡人再不行色匆匆，只怕这大周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兄长何出此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拒绝和突厥和亲？这可是文皇帝为四弟定下的亲事。大冢宰，事亦时宜。所谓和亲，以微臣看来，无非是突厥的一个托词。突厥虽然久盛不衰，可毕竟久居深北，周齐两方势力相当，无需借助突厥聊以自保。更何况，突厥答应和亲的条件是，每年大周要送给突厥的金银布匹、粮草器具无以计数。这一来，突厥本无诚意；二来，送大批的贡品，必然会削弱我大周的国力呀。小小司徒，遑论国事。难道寡人的叔父，皇上的父亲，
文皇帝都没有你眼光长远吗？大主宰，皇上，微臣只知道，拒绝和亲必然伤了突厥的颜面。他们一旦大举入侵，战火肆意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。一国之君，难道竟没有替百姓想过吗？大冢宰，突起战火是百姓之火，朕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朕已与诸位大臣刚刚商议了应对之法，大冢宰何不……好，既然皇上已有了良策，那微臣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臣近日身体不适，需要在家好好休养。皇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冢宰，朕还有一事想与大冢宰商议。关于四弟的婚事，朕觉得不妥。四弟迎娶青锁不久，青锁又身在病中，此时再娶，恐有损四弟名声啊。你是在乎四弟的名声，还是在乎袁青锁的名声？青锁姑娘曾在与齐国的和谈中出奇制胜，也算是有功之人。更何况，青锁姑娘又是大冢宰的内侄女，维护她的名声，于公于私都不为过吧？皇上说得好，寡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公。袁青锁多次擅离长安，与齐国往来密切，实属罪大恶极。绝不会因为她是寡人的侄女，就去姑息。一旦寡人找到证据，寡人会亲手将她判罪问斩。还请皇上在寡人找到实证之前下禁足令，不要让她离开大司空府。还有，5日后四弟大婚，还望皇上亲临祝贺，稍尽兄弟之情。臣告退。皇上，皇上。你们几个在要害处守卫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为了对袁青锁竟然如此大费周章，宇文邕，我看你是枉费心机。就算你不想天罗地网，我也要为母亲和陆云讨回一个公道。哇，好漂亮的花！哎，新被子，真暖和。啊，好漂亮的毯子。跌打损伤的药都齐了。咱们主上对夫人的脾气秉性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对你们夫人来说，吃药可比吃饭重要的多。等等，这套茶杯的颜色我不喜欢，给我换套更雅致的。是。还有那套桌子，跟这些家具的颜色根本不搭。来人，主上，把这张桌子换了。是。墙上的画也全换了，我喜欢山水画。适可而止吧。怎么，舍不得了？心疼啦？刚才不是还满口仁义道德的说要给我想要的生活吗？这些当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不然呢？好，大司空府里家具画卷多的是。来人，主上，把屋里的陈设按照夫人的要求全部换掉。是。主上，
又多加了2队侍卫，一队守护大门，一队就守护在外面。相信夫人这回安全了。这安全的不是我吧？安全的是你们大司空的心。夫人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君子，好一张骗人的利嘴。我要是你，我会在心中窃笑，伪装的真高明。倾心付出不过如此，就算他恨你怨你，依然手下忘不了，还痴痴的想着要见他。我若不是想着与他见面，你怎会几次三番的往外跑？若不是想与你见面，他怎会再次潜入长安城？什么？殿下来了长安城？我这辈子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脸。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与他的事，大司空还是少费心吧。来人，主上，给我看好这里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。是。主上，大司空府府内府外都加派了大量侍卫，想必已经知道高长恭进入了长安城。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想置元清所于死地，真是一个好诱饵。有没有找到高长恭的下落？主上，属下已加派人手，可目前尚未找到高长恭。高长恭已潜入天子脚下数日，在长安如逛闹市，这个皇上毫无作为，好日子只怕要到头了。看来大周的气数要尽了。依属下看，大周朝真正的气数就要来了。此话怎讲？大冢宰才是大周朝的真龙。如果高长恭行迹败露，突厥因为大周毁亲而大肆进攻，内外夹攻，大周朝的百姓必然对皇上失去信心，人心惶惶。到时候就是真龙现世，执掌大权的大好时机。到那时，不光大周朝的百姓要臣服在主上脚下，就连齐国、突厥也要向主上低头。大胆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尔等怎么可以胡说？属下知罪，属下知罪，请主上责罚。是。万事俱备，夜晚就看你的了。紧急关爱处一定要多派人手。是，主上。还有，盯紧清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让他离开那里。是。哼，元清锁，元清锁，你就知道元清锁，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我严婉比元清锁好得多。
重要的东西，倘若阿庸知道，必然放在隐秘的地方。可这大司空府我都找遍了，连个像镇魂珠的东西都没有，到底在哪儿？卧房，只有阿庸的卧房我没去过。你呀你，放着这里不住，偏偏要我将你赶到小院子里去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糟了，一定是脂粉的香气。我累了一天了，要早点休息。仙子何必坏人好事呢？坏人好事，我看是你诸葛无雪坏人好事。你不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吗？怎么不待在你的小春城，却来到这长安城一图不轨？我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，我只是来看看自己的未婚妻，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未婚妻？袁清所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了？清所与我本是世交，父母做主，自幼定亲。没想到，堂堂青龙护法竟然是个多情种，自幼定亲，还真是可笑。你在小春城上演的那出戏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诸葛无雪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镇魂珠我是势在必得，任何和我争的人都是我的仇人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我诸葛无雪对镇魂珠没兴趣，你尽管取你的镇魂珠。如果你敢伤害袁清所，你可知道我小春城的厉害？知道，知道。我只要拿到了镇魂珠，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，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听闻高长恭也来到了长安城。你不必担心，既然袁清所是你的未婚妻，那她就是我天罗地宫的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了她一根汗毛。那就有劳仙子了。殿下到长安城来做什么？难道是国事？还是宇文邕在骗我？不，看他的表情，不像是在骗我。既然宇文邕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那宇文护肯定也知道了。我要出去找到殿下，告诉他这里有危险。就算他不想见我，我也要跟他说清楚。哎，可是这个宇文邕把这里看得这么严密，我该怎么出去啊？夫人，用早膳了。夫人今天胃口不错嘛？我以为……你以为我要绝食啊？绝食只会伤了自己的身体，宇文邕就会放我走吗？夫人说的对，只有夫人吃饱了喝足了，才有劲跟野马对着干。
这都是些什么事啊？主上刚娶了夫人，现在又要娶什么颜婉，真不知道主上怎么想的。那个女人看着就恶心，还有那个楚总管更恶心，忙前忙后的，比他自己娶媳妇儿还伤心呢。楚总管？啊，不，夫人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楚总管一定站在夫人这边的，我向你保证。陛下，这饭怎么有股味道啊？有吗？我怎么闻不到啊？哎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碧香，你去叫楚总管过来。哎，再去厨房做些桂花砂糖糕来。是。我倒要问问，现在新夫人进门了，他们就敢拿夫人不当回事了吗？属下楚林溪，敢问夫人何事召唤？把门关上。我有要事。哦。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还好。楚总管。我今天起得好早啊！参见楚总管。楚总管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是啊，怎么看上去人都瘦了？不光瘦，还矮了呢。真是可怜啊！为了主上的婚事操劳，楚总管变得又瘦又矮。糟了，夫人跑出去了！我怎么这么蠢？夫人怎么会对我动手？来人呐！楚总管，快去追夫人，快点！走，找夫人。夫人，这大司空府的楼这么高，我来帮你啊。我才用不着你帮忙呢。看你，笨手笨脚的，还来当贼呢。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这儿了。哎呀，你呢，看起来也不算漂亮，性格还很蛮横，也不知道那个宇文邕看上你什么了，竟会如此迷恋你。迷恋？他只不过想折磨我罢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今天怎么会这么狼狈？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不是人鬼殊途，而是他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。既然他那么在意我，那他怎么没去小专城救我啊？你是觉得我是喜欢你才会专程去救你的吗？丫头，永远不要轻易伤害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，否则铸成大错，连后悔都来不及。那边，夫人，快下来！夫人，快下来吧！轻点！好啦，别叫了。念住，马上就要消肿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这么多点子啊？哎，还是上点药膏吧，我觉得不管用。哎呀，你不要乱动啊！这点伤就大呼小叫的，要是真打起仗来，你怎么冲锋陷阵保护主上？我看你啊，到时候一定是个大叛徒、胆小鬼。少在这给我贴标签！谁让你想出这个破点子？我本来还不怎么疼的，被你这么折腾的越来越疼了。夫人的手劲还挺大啊！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了？谁叫你看不起我的秘方？坐下。你没事吧？不疼。
陛下？这是我的祖传秘方。小时候摔倒的时候，我娘就是这么做的。她说这样止痛。你们家秘方还真多。那现在还疼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们家秘方真管用。楚总管，主上有要事要立刻启程进皇宫，已经到了大门口了。啊！那个路上小心啊！朕自登基以来，事事顾及大冢宰颜面。一则边境动乱，大冢宰带兵征战，对大周确有功劳；二则朕登基不久，需审时慎事，稳定民心。不知是不是朕太过纵容大冢宰，他现在眼中越来越没有朕这个皇帝了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皇上视大冢宰为手足，大冢宰却恃宠而骄，飞扬跋扈。若不及时遏止，皇上的宅心仁厚恐付东流啊！皇上宅心仁厚，人尽皆知，却被大冢宰当作把柄，事事逼近，处处要挟。近年来战火不断，国库空虚，而大冢宰却利用职责之便，苛刻税收，收受贿赂，中饱私囊。皇上，此毒要是不除，必将贻害大周朝廷啊！贪污枉法，贪污在前，枉法必定紧随其后。大冢宰一直手握重兵，忤逆之意日显。臣以为，当断则断，皇上不要步了孝敏帝的后尘呐。宇文护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皇上，先下手为强。为国除奸，皇上若有行动，臣当誓死相随。臣当誓死相随。皇上，今日之事，臣弟觉得有些不妥。大冢宰党羽众多，皇上堂而皇之召集大臣，在御书房大声鼓噪，声讨大冢宰，势必为大冢宰所致。朕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。皇上，朕自从登基以来，朕没有一天不听从大冢宰的号令，就算是为国为民，也要束手束脚。多年以来，你我兄弟一忍再忍，反而助长了大冢宰的嚣张气焰。朕到现在才知道，为什么孝敏帝会不惧死。朕要像孝敏帝一样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奋力一搏。臣弟是担心皇上的安危。臣弟知道，刀兵相见是迟早的事，可是没有万全之策，皇上万万不可贸然举事。哎呦，月夜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没什么大碍，偶感风寒。皇上如此对待大冢宰，是否不妥？这是群臣的想法，朕还在考虑。兄长与你我兄弟本是同根，何必相见？更何况大冢宰为了大周江山鞠躬尽瘁，立功无数。依臣弟看，该将那些出言无状的大臣细细责问，是何居心？四弟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大冢宰对大周朝建功立业，但久有功高震主之嫌，群臣所奏都是为了朕的江山。皇上，请皇上三思。臣弟认为，兄长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周江山，皇上该尊崇有加，不可受群臣蛊惑。四弟，朕原本以为你我兄弟可以同心协力，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软弱。
不是臣弟软弱，皇上当与兄长同心协力，共保我大周江山，何必以卵击石？哼，朕是该夸你胸有城府呢，还是胸无大志？皇上与大周宰都是臣弟的兄长，都是为了振兴我大周的江山，臣弟不想与兄长为敌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人怎么这么少？主上，做得好！只要给我看住夫人，重重有赏。谢主上。主上当心！夫人，今天这么体贴，还知道来扶我。主上，我是碧香。碧香。主上。你不用怕，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，我是……这酒真好喝。主上，你喝醉了。这张脸在哪儿见过？很久很久以前。回去吧，你的阎王还在等你。你吃醋了，原来你也会吃醋。主上，碧香，你快去拿些醒酒药来。是夫人。你也会吃醋。起来。干什么？起来。来，去躺着。躺下。哎。原来你也会担心我。我也心疼你，我也不想把你关在这里，只可惜啊，我自己先被关起来了。我把我自己关在朝廷这个牢笼里，我跟你一样，做不了自己想做的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。我跟你一样，是个囚徒。囚徒。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不是人鬼殊途，而是他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。心疼吗？会不会心疼我？你喝多了，赶紧躺下歇会儿吧。我跟你一样，做违心的事，说违心的话，被追着跑，永远都停不下来，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的倒下去。青锁，我宁愿倒下去的是我，是我呀。你赶紧躺下吧。要说恨，你的恨该比我多吧？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
夫人请留步。大司空罪得不轻，我奉命去给大司空做醒酒汤。主上有令，夫人不能出去。这大司空府里戒备森严，我又能逃到哪儿去？这是大司空的腰牌，你们可要看清楚了。可是什么？大司空现在很难受，要是他出了意外，谁来担当？再说了，这腰牌还能是假的吗？腰牌是真的，夫人要去哪儿？夫人哪里也不去。你，你有骗我？骗？谁不是在骗？不过你骗我，我骗你而已。难道你会真的关心我？你不是已经有婉儿了吗？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放过你？就算我放过你，你不还是照样要回到我的身边吗？夫人，还是让我费些心神，亲自来照管你吧。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我今夜会一直陪着你。若不然，别人怎会知道你贤淑大方，你我伉俪情深呢？你放开我！宇文佑，你干什么？夫人的意思是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哎，夫人，砸花盆嘛，这个哑谜为夫就理解不了了。好，砸花盆有失风雅，你能守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守多久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皇上，参与声讨大冢宰的李司马，昨夜于府邸暴毙，据说是大冢宰他。这个宇文护丧心病狂，无所顾忌，居然敢暗害朝廷重臣，他的眼中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？皇上，宇文护来势汹汹，皇上当镇定思索对策，以免不孝泯帝的后尘啊！如履薄冰的日子，朕已经过够了。求皇上多多保重龙体，毕竟这大周朝就靠皇上您了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传朕旨意，朕近日不见任何大臣，尤其是宇文大司空和青锁姑娘。另外，大司空公然反抗朕，扣他2个月俸禄。皇上，能与皇上并肩作战并委以重任的，就只有大司空了。您现在下这样的旨意，岂不是要孤军作战？宇文护想借突厥联姻之事要挟朕，朕到现在才明白，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大臣一夜之间向宇文护倒戈相向。这一切都是宇文护的计策，他要借众臣之口，将朕逼上绝路，调出珍惜于朕的忠臣，将他们赶尽杀绝。朕不怕死，朕要切断与众害卿的瓜葛，孤身一人面对。宇文护，你还有哪些借口肆意屠杀？宇文护还有哪些花招，尽管使出来！皇上，皇上竟下了这样的旨意，这分明是想撇清和我的关系，独立承担。皇上，我该
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皇上孤军作战。宇文护猛似虎，哪里才是他的破绽？究竟怎么做才能保住皇上？主上，大冢宰有书信到。主上，大冢宰要重提联姻之事。他要我在朝堂上向皇上表明，为了大周天下，自愿与突厥和亲。那岂不是背盟契约，要与齐国开战了？大冢宰这招实在高明，一则动摇国体，二则对我试探。假如我要是随了他的心愿，那么皇上费尽心力与齐国签下的盟约就成了一张废纸，周齐战端必起。假如我要是对他的暗示置若罔闻，那么他势必会猜到我与皇上同气连枝，一同打压。更或许他会先下手为强，因为此时他兵权在握，我跟皇上并无胜算。这可怎么办？一定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才好。两全其美。对啊，一方面不能让大冢宰察觉出主上对皇上兄弟情深，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大冢宰借联姻破坏联盟之计得逞。有没有高长恭的消息？高长恭？高长恭行踪隐秘，属下惭愧，一直没查到他的线索。也许他就在我们身边。他在大司空府。传我令下去，明日清晨我要上山进香。还有，今夜势必要加强戒备。是。哎，高长恭就在这附近啊！瞎说，这么多人，他不是找死吗？这他要是真的来了，咱们挡得住吗？笑话，咱们主上也不是吃素的。我还是有点怕。明日主上上山进香之后就有决策。谁？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有消息吗？有消息了，大司空今天要带青锁夫人和姑娘一起去庙里烧香还愿。那小院那边呢？小院那边没动静，奴婢也奇怪呢，说是带青锁夫人前往，可那些侍卫一个都没走，都守在原地。哼，阿庸真是狡猾，要不是大冢宰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这是个引诱高长恭上钩的计划。婉儿，婉儿，大司空，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。车辇已经备好了，若是婉儿梳妆好了，就可离府上山了。阿庸，我今天突然有些不舒服，你看我的脸，我今天恐怕不能陪你上山进香了。婉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马上去找大夫。哎，不必了，你还是赶紧上山吧，不要误了吉时。我这是宿疾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作，药术无效，只要阿庸帮我带一些唐菖蒲回来，放在屋里，我就会没事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阿庸，我会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的，等你带唐菖蒲回来。也好，好好照顾你家姑娘，但凡有事，立刻派人上山为我送信。是。好好休息。还不快点出去跟着，要是有了消息，赶紧回来禀报。是。叫你常出来走走，就是不听。你看，现在终究是弱不禁风了。来，小心啊！
姑娘，看到了，大司空确实带了青锁夫人出去，但小院那边还是没有动静。哼，看来是舍不得元清所涉险。元清锁啊，元清锁，看来你还被蒙在鼓里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要是亲眼看到阿庸用你的替身去勾引你的情人出来，你会作何感受？看看你是不是还要这样赖着阿庸。姑娘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做一件好事，一件天大的好事。这个陛下，不是去找楚总管打探消息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得想个办法出去才行，不然殿下在长安城多待1天，危险就更多一些。是你？是我，我是来帮妹妹的。你会帮我？笑话！哎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就是来帮你的。外面的侍卫都已经中了迷香，半炷香的时间就会醒过来。妹妹这时候要是不走，日后只怕就没有机会了。你骗我出去，想干什么？算了，就算我问你，你也未必会说出什么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傻妹妹，你的心上人有危险。大冢仔跟阿庸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正等着逮捕高长恭呢。殿下，殿下在哪里？只要你跟我走，便可以找到他。我不相信你。你不相信我也可以，但是错过了与高长恭见面的机会，妹妹可别后悔啊。你说的可当真？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就只能赌一赌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从大冢仔府得来消息，阿庸要对付高长恭。刚才阿庸带了一名身材跟你相仿的女子，穿着你的衣服离开了大司空府，分明是要以你为饵，诱高长恭出来。幸好我打听好了地方。难怪昨天晚上碧香拿走了我几件衣服。你肯相信我说的话了？你就不怕我把你带出去，然后杀了你？我自然是不肯相信你，只是我不想让殿下陷入危险。至于你杀不杀我，你自己想清楚，如何跟大冢宰府还有宇文邕交代吧。那好，只要你跟我走，保管你看一场好戏。这里不错，能够让你看得清楚明白。言婉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不是说带我来见殿下吗？那殿下到底在哪里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但让你见到殿下，更会知道阿庸对你是情真意切，还是只是利用。我要先见到殿下。不行，先见殿下就会坏了阿庸的计划。你还是乖乖在这里待着吧。袁清锁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我让你看，你就必须得看。
阿弥陀佛，大司空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蓬荜生辉啊！请，有劳主持了。你在此等候。主上，佛门境地，岂能刀兵相见？等着。是。大司空，上次大司空布施300卷《金刚经》，已经有本寺僧众抄写完毕。大司空是先进香，还是先看经卷啊？还是先看一下经卷吧。啊，大司空，夫人，请。夫人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准备好了就马上进香。好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穿着我的衣服？我没骗你吧？看好了，好戏马上开始。一定会来吗？一定会来。主上，看，高长恭来了。别出声。我以为你在高长恭心里有多重要呢。原来是来找你索命的。我只问你几句话，你回答我，我就走。那些事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回答我！我在这儿。你要杀就来杀我。他怎么来了？主上，怎么办？记住，不惜一切保护青锁。是。殿下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竟然从齐国跑到大周来取我的性命。我只是想问你，我母亲是不是你所伤？原来你一直都不相信我，没想到在殿下的心里，我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好，你娘是我生的，那又如何？戒指呢？戒指现在何处？戒指？戒指不是你来大司空府带走我之前，就已经派人拿走了吗？什么？是谁？是谁给你讨回了戒指？殿下营救被俘兄弟的时候，我见过他，脸色很白。要是我记得不错，他姓何。殿下，如果想要杀我，就请尽快下手。周国的人已经知道你来了长安城，设下了圈套。我行军多年，焉会不知这里埋伏了很多人手吗？果然不愧是周国的大司空。高长恭，我说过，如果你再敢出现在长安城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宇文邕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我该做的不止这些。袁清所，是谁准你到这里来的？还不快回大司空府！殿下，你快走。孤征战沙场多年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袁清所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如何伤害我母亲的？夫人，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何必来问我？不可能，你一个柔弱女子，根本就进不了我母亲的身。殿下，高长恭，你居然有胆子再来长安城，
可今日你来得走不得。上！青锁！殿下，小传承，我在你心上出了一刀，今日我还你一刀。你我互不相欠。青锁！青锁！放开我！快，他们撤！描写过多，撑不了多久，抓住他！子弟，做得好！这次你为咱们大周朝立了大功。哎，青锁怎么样？已经派人快马加鞭送回大司空府，兄长无需担心。好，你这次不但将高长恭一网成擒，还赢回了美人芳心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多谢兄长谬赞。先押入大牢。四弟，为兄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就好好照顾青锁吧。恭送兄长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，放我出去！晚了，高长恭已经被押入大牢了。我求你救他，他是堂堂齐国战神，要不是为了我受了伤，怎么会被那些人捉住？我因何要救他？他是齐国人，几次三番进入长安城，于国于家我都不能放过他。他只是自己找死。他这是为了我。我早就该猜到了，你的心里还是只有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想过没有？你连这个大司空府都出不去，就算能出去，你怎么救他？你只会害了他。我求你，你就这么想救他？即使他持刀相向，我求你。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跟我说，你跟他的事都与我无关吗？我拿自己换，拿你自己换？对，用我的命换他的命。只要你能救出他，我的命，我的自由，我的一切都是大司空府的，都是你的。那你的仇人呢？我可是灭你满门仇人的儿子。
到了地下，我自会向爹娘交代。讳疾必伤，情深不寿。等等，我不能向你保证别的，但我保证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拒绝。今生今世，我绝不与他相见。听说那个人是齐国的高长恭啊！哎呦，都说高长恭长得特别美，还真是这样。哎呀，你不要命啊！他是大冢宰的囚犯，看看那些守卫，恐怕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可是我听说高长恭力大无比，能开山碎石，怎么现在这么老实啊？哎呀，好像啊是大冢宰给他下了药，现在这个高长恭啊，恐怕是手无缚鸡之力了。哎呦，那他是想逃都逃不掉了。咱们大冢宰啊，真是威风啊！那是高长恭在大冢宰的手里，别想跑了。这次跑不了。主上，高长恭已经在这里吊了大半天了，天快黑了，要不要先把他关进牢房？怎么，你是发了善心了？不想高长恭受罪呢，还是？主上，属下只是觉得此处地处闹市，人多嘈杂，万一有人混在看热闹的百姓中间。我就是等着看这出好戏。主上，寡人就想让人觉得有机会能救走高长恭。更何况，这里虽然人多嘈杂，可四面视野开阔，一旦有可疑人等出现，守卫立即便会发现。高长恭此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我倒要看看哪只藏在寡人身边的野猫敢来吃这块肉。主上英明。皇上，该歇息了。大司空，您这是？四弟，参见皇上。不必多礼。四弟到此必是有什么要事。是。有关高长恭。皇上英明。连日来，高长恭在大司空府外伺机行动，宇文护又盯着皇上，虎视眈眈，令臣弟腹背受敌，苦不堪言。臣弟才迫不得已想出了个上山进香的计策，捉住高长恭。一则清除身边的刺客，二来转移宇文护的注意力，给皇上和臣弟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四弟，你是两全其美了，想必青锁自是纠结万分了。皇上说的是。不止如此，虽然皇上与臣弟暂时脱离困境，但是周齐联盟是兵锋瓦解，还是向下继续？还请皇上做主。虽然周齐是盟国，但高长恭无正式使节令书，亦无我国之邀请，私自潜入大周都城，是死罪。大冢宰势必不会轻易放过高长恭。倘若高长恭当真死在长安城，周齐盟约必然撕毁，到时候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唉，四弟，此举虽然获得些许大冢宰的信任，可确实令人头疼。
四弟弟可有万全之策？现下大冢仔将高长恭钓鱼广场示众，倒是一个好时机。你要救他，当心大冢仔已经布好陷阱，只等着请君入瓮了。于公于私，臣弟势必一搏，只是臣弟担心皇上。不必为朕担忧，越宫人一直都在小心提防，前来伺候的宫人侍卫也都一一查过，谨防有细作混入其中。皇上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玩的捉迷藏的游戏吗？记得。小的时候，皇上与臣弟最喜欢玩的就是声东击西之计，一人藏好，一人诱敌，双方互相呼应，互相救援，时而比线，时而我出，直到来找皇上与臣弟的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力不可支。记得就好。这次你我兄弟联手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猜到我们真正的藏身之处。哎呀，快快！皇上，皇上，天哪！快找啊！皇上！主上，天色已经晚了，主上真的要亲自看守吗？这么好的戏，寡人怎么能够错过呢？主上，当真有细作会来吗？我不在乎细作不细作，只是想起来，有个谜团在我心里藏了许久了。哼，也许今日会解开这个谜团。主上英明。主上，茶水凉了，换杯热的吧。传我的令下去，严加看守，发现有人来救，立刻拿下，绝不能放走任何可疑的人。若有兵士看守不力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这个宇文护，深更半夜让本宫的到这里来守着，到底玩什么把戏？是皇上让奴婢们来伺候大冢仔的。进去吧。是。参见大冢仔，皇上谕旨，大冢仔擒获高长恭，皇上体恤大冢仔事必躬亲，太过操劳，特命奴婢送来茶点慰劳大冢仔。感谢皇上赏赐。哎呀，奴婢罪该万死。站住！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
宫中侍女众多，奴婢身份卑微，一直无颜伺候大冢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春花。在何处使唤？在主上，宫中出事了。下去。是。主上。留下足够的人手，其余人跟我进宫。